那我们前面呢已经把这个 CRQ 的框架把它装到这个 Google Colab 上面了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基本操作。好，那要进行这个操作之前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先去建立我们的量子位元。我们先把我们的量子位元先把它做出来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同学会很好奇啊，是说，那我们建立这个量子位元呢，我们是手上是真的有这个量子位元吗？啊，其实没有啦，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量子电脑，所以你目前手上拿到的这一颗量子位元基本上是模拟出来的啊，就是用我们现有的机器所模拟出来的啊。如果你用的是 IBM 的解决方案的话，在 IBM 上面的它帮你准备的那个，应该是讲说这个 Jupyter 的 Notebook 的环境里面，它可以让你去选择你要用模拟的，还是你真的可以手握一颗真的量子位元哈。好，那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 Google Colab 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它目前环境所提供的这个量子位元啊，就是模拟的量子位元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量子电路的必要性啊，我刚前面有提到了啊，要提到说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个量子电路哈。在量子计算中啊，这个量子位元的操作跟运用啊，它需要在这个电路上面进行，就是所谓的量子电路。那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它还没有办法使用一个比较高阶的运算方式，就它没有办法提供好一个这个封装的方法，我们直接去呼叫的方法，它就直接帮我们在这个量子电路上面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有在做，目前的 TensorFlow 的 Quantum 的版本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说，如果说我们有办法在我们深度学习的模型上面去加入我们想要加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加什么东西 ？Sequential 可以去加 CNN 我们建了这个 Sequential 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做卷积层，去做磁化层，最后再搭上全离阶层。好，如果它是 TensorFlow Quantum 版本，你就可以在上面去把 Quantum 的版本放进去，就直接在 model 里面去把你的这个想要的东西放进去。它后面呢，基本上那个量子电路的那些比较复杂问题它应该会帮你处理掉。因为目前还在努力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底层了好，来，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你如果要去做量子计算的话首先你要先准备好量子位元为什么要说准备量子位元？因为呢，每一台的量子机器这个量子电脑它能支援的量子的位元数其实是不一定的，是不一样的。像是我们现在如果是使用 CRQ 的话，它目前的可以处理的量子位元是20个位元，20个量子位元。好，那不同的机器例如说像 IBM 或者是微软在 Azure 上面的解决方案，它的量子位元数量就会有点不太一样。OK， 好，那总之我们要去操作这个量子位元呢，必须要把它放在我们量子电路上面它才有办法照着电路走照着电路走那即使使用这个量子位元之前你还是必须要先建立一个量子电路然后呢，才有办法让你的这个量子位元在电路上面跑。OK， 所以我们怎么样用程式码来去做这件事情好，这个地方呢，首先呢，当然是 import ICNQ 这件事情基本上跑不掉。你要使用 ICNQ 的方法呢，你就必须要先把这个 CINQ 先把它 import 进来。好，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要去建立一个量子位元的话，它很简单你就在 CIRQ 里面直接去把这个 qubit 直接把它建立出来就直接用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方法。好，那这个方法宣告出来之后呢，宣告出来，你会发现看上面怎么会有一个00这个00基本上指的是一个坐标并不是说它这个量子位元的初始值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说，这个量子位元呢里面有这个一定的机会在0，一定的机会在1，所以这里面这两个数字是不是指说去初始化我们这个量子位元的这个在0的这个几率以及在1的几率它不是这个意思它这个是指它在量子电路上面的坐标在量子电路上面的坐标。好，所以总之呢，它在00这个位置这安排了一个 qubit 它就这样直接建立好了然后呢，这个东西如果要能使用的话，一定要放在电路上面所以你就用 CRQ 去把它的这个 circuit 去把它建立出来，去把它的量子电路给建立起来。那建立完之后呢，你就要在这个电路上面去把你的 qubit 放进去去把它给放进去。好，我们就直接到我们这个画面上来操作首先呢，我们刚刚提到了 import 我们的 CRQ， 接下来呢，你要去宣告一个量子位元，你要去叫一颗出来叫一颗出来，你就用 CRQ 然后透过 GURD 去产生一个这个 quantum bit 产生出来之后呢，这个地方预设我们通常是写00 00就是这个电子应该说量子电路的左上角第一颗第一个坐标00的位置。好，那你宣告出来基本上你就有一个 qubit 可以下去做使用了。好，接下来
透过 CIRQ 去宣告一个电路，去宣告一个电路。这个电路宣告完之后呢，我们也是先把电路把它命名成一个变数。接下来你就要在这个电路上面开始去加什么东西，去加你的这个 quantum bit 把你的这个 Q bit 给它放进来。在这里面我们有加一样东西叫做哈达码哈达码是做什么东西？它的目的呢是让你的电路，应该说让你的那个位元进入到量子的叠加态，所以呢，你的这个资料一开始可能是0或者是1一般来讲你的输入通常都是0一开始都是0，因为你没有去做初始化。好，进去之后呢，如果你进到了这个哈达码进到了这个闸它就会把你的那一个位元变成怎么样有一部分的机会在0，有一部分的机会在1就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电子电路啦这个你看量子电路做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circuit 去把它 print 出来，我们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好，它这个地方呢，这个就是我们量子电路纯文字版本你可能在有一些地方看到有一些比较精美的绘图版本好，那个我们后面再来讲。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这一条电路的电路线从左边走到右边，它的 input 呢它有一个坐标位置在00坐标位置在00，所以从这边走到这边，从左边走到右边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哈达码，有一个闸有一个闸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量子位元从这里走进来，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叠加所以呢，从这里过去之后呢，你的这个量子它现在就变成叠加态的量子，它有一定的百分比出现在0。有一定的百分比出现在1不管怎么样啦，总之它的这个绝对值平方两边加起来必须是1这件事情又再一次的去做了一次强调好，我们回到我们讲义那既然我们刚才建了一颗量子然后呢也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电路那这个电路应该要怎么样下去做执行可在执行之前这执行不是说让它 run 或者是让它跑它就会动了我们还必须要帮他安排一个模拟器帮他模拟器。那为什么我们不是说跑它不能直接跑，我们还要安排一个模拟器那是因为到时候这个模拟器是可以换成真的只是说我们现在要把模拟器给叫出来好，所以为了要使这个量子位元能去进行运算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量子放在我们的量子电路上面，这第一件事情嘛，你要先把量子先准备好，你要先把电路设计好。再把量子放到电路上面，好，接下来你要去启动这个电路你就必须要用量子模拟器下去做启动。好，那在 CIRQ 里面基本上它这个 Similar 的这个模拟器也帮你准备好了。好，你呼叫它出来之后，它就帮你建立出一个模拟器。这时候呢，你再把电子电路量子电路放到这个模拟器身上，它就下去做执行了，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执行结果。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讲义上面讲义上面这个地方呢，我们宣告了一个模拟器出来。然后呢，我们这个量子电路刚已经看过了所以接下来你只要把这个模拟器把这个电路放进去，然后呢它就会有个结果出来它有一个结果就会跑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printer 去看一下里面的结果啦，它会去显示模拟结果的量子态，就是它里面的量子态目前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这输出结果你会看到一个叫做0.701后面这里呢有一个0.70，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简报上面讲的这叫做表示目前量子位元的状态表示量子位元的状态。然后呢，这个加 0.z 呢表示该分量虚不为0就是它实数的部分。所以它前面这个 0.7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直有讲一件事情前面这叫阿尔法后面就叫贝塔。阿尔法呢，好像阿尔法是 0.707， 你把 0.70 做什么事情？绝对值之后，因为它现在本身就真数，所以绝对值看不出来了。然后呢，乘以应该说了，直接开一个次方这时候呢，它就变成什么 0.7749 嘛，这大概就变成 0.49 0.49 呢，就有点像是多少 ？0.49 差不多就是 50% 左右了。所以呢，阿尔法这个地方几率是 50%。后面这个因为它数字一样，所以它基本上也是 0.49 也是 50%， 所以呢，它目前的量子态目前经过这个模拟器，在模拟器上面看到的它的量子态，它的这个是0的几率占 50%， 是1的几率占 50%， 一个是阿尔法，一个是贝塔好，那总之啦，这边它合计的结果必须是1就对了。OK， 好，每个分量的绝对值平方表示量子处于相应状态的几率其总和的平方呢应该为1，就是表示
它的几率是100哦，就是100%。好，那量子位元的状态啦，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写成阿尔法的部分加上贝塔的部分。阿尔法呢，基本上目前就是 0.70 这个地方。好，然后后面的这个贝塔部分呢，它也是 0.70。好，那如果说我们把其中不管是阿尔法也好，因为像阿尔法跟贝塔值是一样啦，我把它拿出来之后呢，绝对值然后把它这个开2次方的话，得到了 0.499。好，那基本上我们这45度变成 0.5。好，0.5 的话就表示说它有一半的机会是在0的位置，以及有一半的机会是在1的位置。OK，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要讲的事情。这个我们也是要这个快速的执行一下我们前面呢这个地方我们的电路应该说量子位元已经宣告出来了。这个量子电路呢也建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位元放到这个电路上面并且呢，我们这中间有加一个什么？有去加一个这个哈达码让它去从一般的这个量子状态变成叠加状态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模拟器好，然后这个模拟器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电路我刚刚宣告说，因为现在电路上面有什么东西？现在有我们这个量子位元电路上面已经有，因为我们刚刚有把它加进去，在哪里加了 APPEND 这个地方已经把它附加在上面了。所以呢，现在这个电路里面有什么东西？现在这个电路里面就有那一颗量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跑完的结果，因为通常执行下去它就跑了啦它跑就这个模拟器让下去就直接跑这个电路的结果。然后我们直接从履道里面去看它目前量子态的状况来执行一下。好，这里你就会得到我们刚刚的结果了。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有把电路图再画一次因为这个卷上去看太远了所以在这里再印一次。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阿尔法的资料跟贝塔的资料就是 0.707。好，然后呢，你如果把它开平方它大概就是 0.49 了那45度就是 0.50。好，就是0的部分，阿尔法的部分呢，这个占 50%， 贝塔部分呢也是占 50%。OK， 好，我们继续往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通常如果已经把这个模拟器这个也套上去之后呢通常我们会去看一下说，如果我这个资料进去之后，它出来之后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这个通常我们会去进行一下这个叫做量子观测啦那这个量子观测呢指的就是为了要去了解这个量子位元的状态我们就必须要在量子电路上面去加测一个观测点这不是说量子电路出来才观测，是你要观测的地方，你必须要在电路里面去把这个观测点给它加进去。好，那这个通常是在量子电路中加入一个叫做量子量测闸来去完成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模拟器在跑的过程中这个不是只跑一次它可以这个从这个多次执行以及重复观测。所以呢，你可以使用这个 Simulator 的这个 run 你就可以去执行它的量子电路，并进行观测。同时呢，你还可以去设定它反复执行这个量子电路的次数。好，那次数呢，自己就是设定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是模拟器下去做执行，你必须要把你的电路放进去把你电路放进去，然后呢，再跟他讲说你要跑几次。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显示它的这个跑完的结果然后它里面我们本身它可以是从它的那个资料里面去把我们要的那个观测的点的资料把它调出来。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这个观测点把它加进去当然你是要用 CIRQ 把你的这个观测把它放到你的电路上面去那因为我们刚前面我们原本前面是怎么样一个量子宣告出来然后呢进到我们这个哈达码里面变成量子态变成量子态之后呢，应该说它变成叠加态这叠加态到底是有几趴在这个0有几趴在这个1我们现在不会知道我们必须要用什么用观测点那这个观测呢，如果因为它那个记录最后会去做一下简单的那个汇整，所以通常我们会留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会留一个这个 key 值给它我们到时候呢，我们透过 key 值去调资料。所以我们在 key 值上面呢，像我们这里看，我们就加了一个叫做滤绕加了一个滤绕，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前面这个电路图量子位元进去之后转成这个叠加态，叠加态进去之后呢，接下来它会被进行观测，观测结果呢会放在我们记录的 relay 上面会放在这个记录的 relay 上面。所以它跑的时候呢，我们让它跑几次？我们让它跑10次跑10次。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 relay 的结果里面去，它会调很多东西我们在这里我们只看 relay 只看 relay， 因为我们这里 key 值设 relay， 所以我们就只看 relay。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跑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它直接跟你讲，在0的时候出现7次，在1的时候出现3次，
好，就这个公平的随机来讲啊，我会讲说，这个在0的跑10次啊，在0的地方应该要出现5次啊，在1的部分应该要出现5次，哦，这个才看起来是这个公平的随机性哦。那其实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现在跑的次数不够啦。如果说当你跑到100次哦，甚至是到1000次的话，它这个出现在0的次数跟出现在1的次数就会非常相近，然后就会非常相近。好，那简单来讲了哦。这个呢，基本上就反映出量子位元在不同的状态下，它被量测几率的分布。OK， 好，那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它可以去做哪些事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可以去进行这个量子乱数的产生哈。那量子乱数是怎么样？量子乱数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知道它具备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呢，我如果要去产生例如说，我想要产生这个255 0到255之间的这个乱数，通常我们会去算一下，如果是一个 bit 一个 bit 下去做产生的话，我大概需要几个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需要例如8个量子位元哦，就是2的8次方啦，我们就可以产生出这么多的数量。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做法应该要怎么做哈？来，也是一样。首先呢，我们在 CRQ 里面然后从0到 i 这个位置，因为它是坐标啦，我们就是0000然后从这个0234567啊。把这个 range 总共要8个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它就帮你建立0到7，帮你建立到0到7。然后呢，这个每一个过程我们都会加上什么东西？我们这里设一个回圈因为我们这个 qubit 基本上8个已经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们电路把它设计出来之后，我们在这里面呢，把每一个 qubit 都加上一个什么？加上一个哈达码，然后并且把并在什么地方？并在我们电路后面。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到第一个这个量子位元进来之后，会经过一个哈达码第一颗这个量子位元进来也会经过一个哈达码，第二颗进来也会加上一个哈达码。好，那这里面进去之后呢，因为我想要知道了，它最后会落在，它有可能是0，落在是1，这件事它必须是被观测之后它才会落在0或者落在1身上。所以怎么样去加上观测点加上观测点的话，也是一样。直接在我们的电路上面直接下去做这个加上所有的观测点，这个观测点呢，我们是把所有的 qubit 全部都加上去，并且我们有设定一个 key 值设定一个 n， 设定一个 key 值让它下去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把这个 circuit 去把它做输出的话，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内容好，接下来当它经过这个模拟器跑完之后呢执行电路之后呢，你就可以从这个 readout 里面呢去取得到所有观测的结果嘛。好，那你观测到了这个资料呢就可以经过这个 n 值经过这个，因为我们前面那个 key 值是打 n 你就可以从这个 n 里面去把你要的结果把它取出来。所以我们这边做法也是一样建立模拟器然后呢 run 几次 run 一次就好了啦，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假设我们这样有8个量子位元嘛，跑一次它就会取得到8个结果8个一个是落在0或者落在1的这个结果上面。好，然后呢，我们把拿到了这个结果，总共有可能是8个0或8个1，或者是反正就是说8个0到1之间随便乱跳。总之呢，我们把这2进制转换成10进制之后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乱数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乱数产生器的运用乱数产生器的运用。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